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。要向往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装飞扬，逆过冰雪难量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却念着回到最初。喂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我又不是君子，我是淑女。你淑女？让回手，让！哎，不行了，你别打了，还手了。哎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。皇孙子头颅，可知无数城池，我怎会舍得不回来救你？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！1、2、3、4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。我给你编个戏法好不好？塞，都塞进去了。吹一口气。沿着记忆的轮
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还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，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还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以往，我会为你爱着。天亮了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你总是心就是不行啊！你叫我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桃子，你快醒来！我好不容易才在乱葬岗找到你。桃子姑娘虽然伤及要害，但是气息未绝。什么？桃子姑娘平时是不是服过什么药，或是受伤之前服过什么药，使得她血流比寻常人慢很多？虽然伤到要害，但是尚有一缕气息未绝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我求求你了！我只能尽力，能不能救？说实话，不到1成机会。她伤得太重，也许就救不回来了。药，对，药，他有药箱。你看这药有没有可以救他的？桃子，儿臣拜见父皇、母后。顾亮帝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太子妃薨了，只是昨日天时已晚，宫门已闭，儿臣才未能前来报丧。太子妃薨了，怎么回事？儿臣不知，只是太子殿下亲自抱着太子妃，好几个太医都瞧了，说太子妃已经薨了。可是太子殿下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，还备了车轿，把太子妃娘娘带走了。荒唐！太子必然是伤心欲绝，才会一时失态的。陛下，不如遣人去问问。朕昨日就遣人去问了，可是他公然抗旨，压根儿就不肯进宫来。殿下此时还未回到东宫，儿臣害怕，儿臣担心殿下。吴良帝啊，无需担心，太子他一定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丧事完毕以后，朕会命太子册你为太子妃，啊。好了，先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
这么赶呢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居然瞒了整整1个晚上！你让我千万别来找你。再说了，昨夜通宵宵禁，城中搜捕的厉害，禁军几乎一寸寸的搜索。我知道不应该来找你，但事情万般紧急，这不就立时冒前来告诉你了吗？柳成风说的那个阿树呢？我的探子来报说，他进了东宫。完了，这件事情如果被太子知道的话，谋害太子妃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你也别惦记着要杀我，我们结说人如今都潜伏在城中，杀了我也无济于事。我怎么会想杀你灭口呢？放心吧，幸好陛下对太子颇有成见，我还有办法。所以，是柳成风拿到了顾相与孙敬勾结的书信，以此要挟顾相，由顾相布置安排，家里与柳成风出手，污蔑崔乙勾结结署，以此解散崔家军。是。当初在潼关，我就发现了孙敬与朝中某人的密信，一直查不出来是谁。孙敬走得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部给烧了。这些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下搜到的。没想到是顾相。草民出手，将一切尽皆告知殿下，就是因为公子已经身死，草民想替公子报仇而别无他法。为结说无信无义，殿下可以大军征之。草民为求将公子的尸首交给草民，由草民好好安葬。你与他皆罪无可恕。我知道，可阿树深受公子大恩，无以为报。如今公子已死，草民只能料理他的身后事。柳成风的尸身，你带走吧。谢过殿下。殿下，我听说太子妃受伤了，不知道太子妃娘娘的伤势还好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在结说的草原上，有一个湖，那湖岸边开满蓝色的花，犹如人间仙境一般。公子和萧妃就生活在湖边吧，所以对神仙眷侣。等到春天到了，湖畔开满花的时候，公子就知道是阿叔来看望公子了。我想将公子就葬在那里，再自刎谢罪。如果向外问起的话，不，殿下不用告诉太子妃了，还请殿下务必不要提起公子已死，就让太子妃以为公子还活着吧。太子他真的打算谋反？陛下，臣昨夜回去之后通宵未眠呐，左思右想，还是觉得太子此举太过可疑。
臣担忧陛下的安危，今日一大早就进宫请见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呀。朕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，没想到他也会鬼迷心窍的想谋反。陛下，为今之计，还是先夺回禁军的兵权。只要兵权还在陛下手中，太子就是有不臣之心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是禁军都是从镇西军中选出来的，他们都听太子的。陛下，您受命于天，是天子，您下的旨意，禁军哪有那个胆子去违抗？行得通吗？为今之计，是速速派人前去找太子，责令他交出兵符。拿到兵符之后，再派可信任之人执兵符圣旨去接管禁军。此事不能令百官知晓，以防有人与太子勾结。内举不必迁，兵部侍郎郭昌林是臣的二女婿，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是忠心耿耿，是可用之人。那要是太子不愿交出兵符呢？太子若不愿交出兵符，那就不仅仅是抗旨，那就确实有谋反之心了。可是，要是太子杀进殿上来呢？陛下，您不必担忧，臣府中有一些亲兵卫士，皆是忠心可靠，陛下可以恩准他们入宫护驾。另外，禁军6部首领之一的蔡昭是先帝的老人，忠实可靠，与镇西军素无往来，可以一用。这倒是一个办法。陛下，既然夺回了禁军，那陛下还要多下一道圣旨，废黜太子。太子没了名分，就算他有谋反之心，那么附庸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少。说的有理。故乡，这一切事宜就全权拜托给你了。臣遵旨。刚刚原常侍来传旨，说命你把禁军的兵符交上去，殿下给不给？很好。殿下，你的意思是说要给他们？我说，你刚才说桃子没死很好。阿英如果知道，一定会高兴。一是说，桃子她虽然有一息尚存，但是能救活的希望不大。我担心他可能永远都救不过来了。辽王之乱时，我受了很重的伤。我十分危险的。阿英从来都不是信神佛的人。那一次他对我说，他恨不得把这世上的所有神佛都拜了，只愿我能够平安无事。你知道，我从来就不信什么神佛，也从来不许愿。但是那几天，我想去跪拜这世间所有的神佛，虔诚的许愿。我也想将这世间的所有神佛都拜了。只是一丝希望都没有留给我。我甚至没有见到他生前的最后一面。他临死前都没有看到我。我都不知道他怕不怕，痛不痛。
好在现在还有一息尚存，就还有希望。兵符，我不会救。故乡现已替换禁军，就是想要挟持陛下，谋朝篡位。只要我还在这里，他就不可能得逞。迎着霜，你的根紧握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梦里边疆，要向往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这是你的佩剑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落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。今天我带着你。就当最后一次，我们并肩而战。13天更想念，陪你天涯仗剑，风雨并肩欢颜，红尘无悔无憾。梁帝，梁帝，梁帝，太子殿下疯了！掌嘴！我看太子殿下没疯，你疯了才是。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殿下要抬着太子妃的棺材进宫去见陛下。什么？你快去劝劝太子殿下吧。殿下，看来是伤心糊涂了。臣妾知道殿下伤心欲绝，可殿下抬着太子妃的棺木进殿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是要质问君父吗？
还是要诅咒陛下。太子妃疾病而亡，天灾人祸，殿下就算伤心，也不该如此行事啊！天灾人祸，过娘，到了现在你还在装无辜。太子妃为何而死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臣妾不知。殿下节哀，殿下这样，臣妾好生难过。可是臣妾委实不知啊。我知道你很盼着他死，你和你父亲都盼着他死。但我告诉你，就算太子妃死了，你也别想取而代之。我李逆一生一世只娶崔莲一人，她活着便是我唯一的妻子，她死了也是我今生唯一的妻子，任何人都替代不了。你不能，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。殿下，臣妾从不奢求取而代之，臣妾只是爱慕殿下，难道这有错吗？滚！从此刻起，你不再是东宫良娣，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陛下，陛下您不必担忧，这些精兵强将都是我的府兵，能以一敌十。倘若太子真有意背逆谋反的话，老臣就算拼了这条命不要，也要护得陛下周全。更何况还有蔡昭带兵守在宫门之口啊！陛下，陛下，太子殿下抬着太子妃的棺木进宫来了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啊！陛下，太子执意不肯交出禁军兵符，这摆明了是要对陛下不利。陛下可以下一道旨意，命令蔡昭见到太子如果硬闯宫门的话，就格杀无论。陛下万万不可！陛下万万不可！陛下只此一子，太子又没有犯什么大错，陛下还是召百官来商议一下吧。陛下，下这道圣旨，也不是真的要杀太子，只是命蔡昭站在宫门之上，向太子宣读旨意。倘若太子就此交出禁军兵符，不再带兵闯宫，回头是岸，那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倘若太子听了圣旨，还是不肯交出兵符，硬闯宫门，那就是有谋逆之心，有弑父之意，其党羽也会对陛下不利，请陛下速速降旨。陛下不可！听故乡的，宣旨。是，传旨。是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！蔡庄将军被太子一箭射死了！护驾，护驾！太子殿下，你持剑闯宫，难道要谋反弑君不成？你里通街说，胁迫父皇，枉我曾视你为文林领袖，以为你一身正气，没想到你早就与孙敬勾结。原来你才是这朝中最大的奸臣。一派胡言！你想弑君谋反，居然诬陷起忠臣来了！陛下，请您速速下旨，将太子拿下。陛下，请您速速下旨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手中的剑扔掉，束手就擒，朕既往不咎。陛下，你还没糊涂够吗？他早就与孙敬勾结，所谓忠心，所谓下狱，都是他跟孙敬合演的苦肉计。后来，他又与结社勾结，污蔑崔大将军，挑唆朝中解散崔家军，乃至于谋害太子妃。到了现在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请陛下速速下旨，将太子拿下。陛下，拿下！父皇，这些都是结社人，他们都是顾姓带进来的。你看看这印记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住手！把剑放下！你放开陛下！放开陛下！你不是说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吗？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顾家，这些人都是接说人。啊！把剑放下，备上快马，命令沿途州县不得阻拦，让我们平安离去。你若敢动我父皇一根汗毛，我就踏平你们接手。你别管我，你自己赶快跑。事已至此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不要逼我鱼死网破。这可是你的父亲，你反正是要杀我的，临死之前拉个皇帝垫背，也值得了。你若不想你父亲死，就让我们走，备上车马，我要和你的父亲一起离开，还有皇后。不要！元成事，你快传旨备车马。是。这才乖嘛！我邀请皇帝陛下到我们接手做客，走。疼！陛下小心！都退后，把剑放下。
对我说着你的永远。经过漫长，经过离别，依然是你可以让我不顾一切。阿言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破碎过的世界，你给我坚定的信念，在绝境中唯一的光是爱不灭。你最承受过17了，你能找寻你的黑夜，无畏荆棘刺伤我在这儿，你不是在做梦。我就在这儿呢，不是做梦。我快伤心死了。我本打算等选择成人，能够亲政，我就去陪你。傻瓜，我不允许你做这样的傻事。谁让你吓唬我？我不管，你得要陪我。你害我这么伤心，哭这么多次。现在朝里朝外的人都知道我这个太子是个爱哭包。好，那你要我怎么陪你啊？现在还想不到，可能再过几个时辰我就想到了。走了。什么事啊？我忘了一件要紧事。是忘了去追捕接触的哪个奸细，还是忘了通知禁军要看住哪个要害的地方？后殿的芋头，我忘了换一个更大的。默契的信任，隔绝了言语，只属于你我这漫天的缤纷。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。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你是唯一的誓言，心照不宣。你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，此生无憾。
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